俄乌战争中，乌军如何取得胜利？想必各位应该是比较关心这一点。大兵看来呢，这不仅需要乌军和北约的努力，甚至还需要一点点俄军的配合。就比如说今年6月份，俄军指挥官聚集手下进行演讲，结果却被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击中。接下来，大兵就带各位一起来看一看，战争期间俄军都做出了哪些配合乌军的举动。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就在今年的6月14号，包括基辅邮报和 Euromand Press 在内的多家乌境内媒体向外报道称，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远程打击了位于加里尔哈赫岛上的5个俄军营地，导致俄军至少损失了200人。随后呢，乌国家抵抗中心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了这件事儿。同时 Euromand Press 宣称，乌军无人机发现了位于此岛上俄军已经流传出在网络上的照片，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中呢，我们不仅能看到俄军早上列队点名训话的场景，还能看到俄军将重装备密集地停放在一处，结果却在乌军的海马斯发射 M30 系列制导火箭弹打击，导致100到200名士兵伤亡，数十台装备被摧毁。其实原本乌军的这次打击，俄军的伤亡不至于那么大，究其原因就在于那天俄军第20集团军司令苏拉布·艾哈迈多夫少将突然让俄士兵集中等2个小时听他演讲，结果苏拉布没等到，却先被乌军无人机发现了，随后就等来了乌军为演讲送来的火箭。随后死亡将军苏拉布的愚蠢行为再度引起了俄国内民众的热议，对俄军将领指挥官的质疑也达到了顶峰。对此有网友表示，苏拉布到底是怎么当上将军的？为什么俄军那些高级指挥官会经常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而这就要说到一些俄军将领们的出身了。最经典的就是现任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你知道他一开始干什么的吗？答案是建筑师。大学时期呢，建筑学就是他的主业，毕业后也如愿成为了一名建筑师。紧接着在进入部队之后呢，更是直接就成为了中尉。那个时候从新兵到中尉中间还存在着10个级别，一个建筑师能在20几岁就拥有中尉军衔，不说别人，大兵反正是很难理解。另外，他虽然进入了预备役部队，但绍伊古并未参加任何作战工作，其主要任务依然是与建筑有关。后来在叶利钦当选俄总统后，更是将绍伊古提拔为少将，从中尉到少将中间隔着5个军官称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都是要一级一级升迁的，而绍伊古却直接升到了少将。好家伙，原来俄罗斯将领都是这样来的。之后随着职位的一步步提升，绍伊古最终坐上了俄国防部长的位置。怎么说呢？建筑师当国防部长，这样一看呢，似乎也就能理解上面苏拉布的迷之操作了。此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苏拉布的操作还不是最离谱的。今年年初的一个事情更为夸张。首先就是有关于俄军高级指挥官的失误有很多，而最离谱的就是在今年1月初，位于顿涅斯克市马基耶夫卡镇的俄军受到了乌军海马斯的打击，导致数百人伤亡的新年惨案。当时这件事不仅震动了克里姆林宫，还打击了很多对俄军充满信心的军事观察家。前俄安全局成员吉尔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激烈批评称，造成惨案的原因必然是俄高级指挥官的不重视，因为这类事情早就不是首例了。在2022年夏季一系列对俄军前线指挥部的袭击中，俄军本就不该将部队和弹药集中安置。至于造成本次悲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其指挥官叶尼凯耶夫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将大量的部队士兵，特别是新兵，全部安置在一栋未经特别加固并且存放了大量弹药的战区建筑内。遭到了乌军海马斯袭击时，他们根本没时间寻找避难所和防空洞，仅只是内部弹药产生的讯爆，就造成了大量的俄军新兵阵亡。这种失误别说是在前线了，就算是在大后方也不能这样忽略安全常识。这也难怪俄军专家是愤怒地表示，此举呢必须追究俄军指挥官的刑事责任，将犯下错误的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另外，就算俄军真的要将士兵和弹药安置在一起，最基本的情报和安全管理肯定是要做好的，避免被乌军发现，从而一锅端。
但实际情况呢，却恰恰相反，俄军完全没有管理新兵的手机，倒是士兵们手持手机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自拍，直接或者间接地暴露俄军许多位置情报，再加上俄军内部很可能存在的乌军内鬼，俄军的前线设施想不挨炸都很难。而且这种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在马基耶夫卡事件前不久，就曾有俄动员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格鲁乌特种部队与自己在赫尔松一处俱乐部的合影。乌军闻讯即来，使用远程火箭将俱乐部炸毁，导致大量俄军士兵伤亡。而在长达11个月的战争期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但尽管有着那么多的前车之鉴，俄军却死不悔改。除此之外呢，俄高层准备不足和对战场局势的误判，也是导致这些悲剧的重要因素。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到俄军基层缺乏冬季作战所需的保暖和防寒设备，再加上此前丢失的150万套冬装，这也导致了俄前线部队只能将大量新兵集中安置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为乌军袭击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另外，由于俄军高层急于扭转局势，想要重新获得战术上的主动权，所以要求基层部队更积极地发动进攻，这使得很多俄军部队不得不将部队向前部署，导致大量俄军处于乌军远程火力的打击范围，生命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当然了，上面这几个事件呢，也只是人员伤亡惨重，下面这个事情就是人员和装备的双重损失了。在今年2月14号，根据希腊媒体网站的报道，当时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战事依旧十分激烈，俄军不断组织兵力向乌赫勒达尔发起猛攻，而乌军呢，则是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击退了俄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在进攻乌赫勒达尔的俄军里面，作为主力的第155旅可谓是损失惨重。事后根据乌军方的统计，该旅立下的约5000名士兵，战役结束后，除了极少人之外呢，大部分已经阵亡受伤。也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爆发的近1年时间里，第155旅迎来了第3次全军覆没。而这次乌赫勒达尔惨败，俄军呢输就输在贸然突进上。155旅仗着自己的坦克多、装甲车多，期间呢想要突击乌军阵地，但乌军早就提前布置了地雷阵，道路两旁安放了大量智能地雷，令俄军防不胜防。有视频显示，在多辆坦克、装甲车连续触雷的情况下，俄军后续部队却依然想继续前进，最终被纷纷炸瘫。在俄军坦克被地雷炸瘫痪之后呢，乌军埋伏已久的火炮开始发威，莫敏弹、子母弹、神箭制导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由于都是精准弹药，打俄军坦克、装甲车那是一炮一个。而在子母弹的打击下，俄步兵呢也是损失惨重，甚至有些装甲车司机想要逃离战场，却在紧急情况下碾压到了正在作战的步兵，也是挺惨的。战后，乌军联合新闻中心负责人奥列克西向外说道，包括指挥人员在内的大量敌军在顿涅茨克州的乌赫勒达尔附近被摧毁。过去的1周内，敌人损失了约130辆装备，其中包括36辆坦克。那么，导致第155旅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一，没有空军和电子战部队支援。当时，前顿涅茨克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伊格尔就俄军在乌赫勒达尔的惨败发表评论称，俄军指挥官们根本就是乱指挥，期间155旅根本没有得到友方空军和电子战部队的支援。其二，准备不充分。根据当时电报频道灰色区域的披露，俄军之所以进攻乌赫勒达尔，其实是俄国防部为了从瓦格纳那里抢走一些风头而仓促组织的。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在瓦格纳攻占索莱达尔后，俄国防部随即决定采取一些进攻行动，以此提高国防部将军们的声望。那些将军决定在乌赫勒达尔进行轻松步行，但缺乏适当的计划，部队协调性很差，缺乏对乌军部队的情报质量，再加上对第155旅在帕夫洛夫卡战斗后必要换防的不妥协态度，这一切呢都得到了著名的将军高等学院的支持，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是进攻行动的失败。其三呢，士兵配合不当，情报不足。
根据俄军的作战条令，俄军在进攻乌赫勒达尔期间，计划呢是从距接触线5到8公里排成连纵队前进，到接触线2到3公里处改为成排纵队，再到接触线不足1公里时，俄军坦克将和步兵战车排成横队对敌军阵地实施冲击。但事实是，战争中呢，俄乌双方坦克交战距离普遍不到2公里，而途中接战的俄军坦克炮管明显指向左方，也就是说，俄军判断错了交战方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呢，可能是俄军战前侦察失误，未能提前找出前出的乌军阵地。另外，根据条例，进攻前呢，应以兵力和侦察力量提前排除从攻击出发点到冲击出发点的障碍，并且设置平位分队，以排纵队前进时应该上位接敌。但期间呢，只看到一辆坦克安装了扫雷滚，也就是说，要么俄军战前侦察失误，未能侦察到乌军设置的雷场，要么俄军未能有效地设置平位分队，导致己方完成最后一次战前侦察后，乌军渗透分队钻进来，又布置了地雷，或者是乌军使用远程布雷手段，但是俄军没能发现。而在后续连排级运动时，排纵队前车触雷，后车跟上再触雷，再后车再跟上，再度触雷的情况发生。考虑到头车是坦克，后面3辆呢是 BMP 步兵战车，指挥员多半是在第2辆车上，一班长兼副排长应该是在第3辆车上。明明有机会做出反应，却还是决定冲上去把部队给送了。前头坦克排在雷场前接敌停车，致使3个摩步排跟上来挤成一团动弹不得，导致被乌军炮兵部队暴打。而连纵队后队却变前队退却时呢，下车步兵直接溃败。可以看出该旅的人员训练非常仓促，素质可想而知。这种情况让大兵想起了在去年的北顿涅斯克战役中，俄军为了达成对北顿涅斯克城市的包围，特意在比洛格里夫卡附近建造了一座浮桥。2022年5月8号期间，至少有一个 BTG 的部队开始渡河，同时当天乌军第17坦克旅的侦察兵也发现了浮桥，随后调遣了炮兵部队进行轰炸。截止到5月12号，短短几天时间，乌军至少摧毁了俄军4座浮桥。而这次渡河战役期间呢，曾有一段俄军在北顿涅斯克的浮桥渡口遭到乌军炮击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甚广。内容显示呢，俄军至少有93辆坦克、装甲车被击毁击伤，差不多相当于覆灭了一整个营级战斗群。至于导致那次俄军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一般来说呢，在战时如果部队要渡河，肯定需要在渡河前派侦察部队去往河对岸，对乌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阵地设置等情况进行侦察。毕竟对于当时有着制空权的俄军来说，通过卫星侦察、空中侦察、人力侦察等手段获得渡河区域乌军的兵力部署并不难，最起码呢也要知道乌军炮兵的阵地，进而制定相应的掩护措施。但是俄军在这次渡河战役中呢，显然没有进行充分的敌前侦察，可能是出于轻敌，忽视了侦察行动，因此直接让渡河部队进入了乌军火炮的射程之内，使得乌军轻易完成了对俄军的火炮覆盖。另外，按照俄军的规定，组织营级规模的兵力进行渡河行动，一般会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一、渡河前必须先派出先头部队，搭乘有幅度能力的车辆，提前占领桥头堡，并设置警戒阵地。2、将渡河部队编组为梯队，按照预先排定的顺序依次过河，同时在驶过浮桥时要拉大车辆间距，加速通过。3、除了正在渡河的部队外，其他梯队要在己方一侧附近疏散隐蔽。4、渡河后的部队要尽快占领有利地形进行警戒，与先头部队形成交叉掩护。最后还要在浮桥附近设置防空火力，但是很显然当时的俄军并没有这么做。从这张图中呢，各位可以看出，当时俄军其实已经成功架设浮桥了，而且已经有部分车辆通过浮桥抵达对岸了。但后续部队的渡河行动却很拖沓，并未及时进行疏散配置、设置警戒阵地。而这张拥挤在桥头的俄军战车残骸也说明了，渡河期间俄军并未拉开车辆间距，反而都挤在了桥头，给了乌军全歼的机会。如此密集的队形也侧面说明了俄军在渡河后缺乏有效的指挥，俄军官兵不知道该如何布置，只能等待下一步的命令，这才让乌军炮兵的首轮炮击有了那么大的战果。
这还不算什么，这张照片更离谱。在乌军炮击和空袭齐下，同时浮桥也被击毁的情况下，俄军竟然选择试图开着坦克直接趟过需要架桥才能通过的河流。但是俄军坦克的设计显然是没有无准备潜水这样的高难度科目的，于是便全部沉没了。也不知道这是哪位指挥官的杰作。而经过这一战，俄军损失惨重至少有93辆坦克装甲车被摧毁，485人受伤或阵亡，相当于一个 BTG 的兵力完全报废。虽然在战役最后再次选择了渡河，但是已经达不到对北顿涅斯克的包围效果了。总结来说，经过以上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出俄军将领和指挥官的水平确实不行，同时俄军士兵的素质也一般般，不然就不会出现玩手机被炸的情况了。最重要的是，在遭遇了那么多次惨案后，俄军却依然没有吸取教训。不过这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军取得了更好的打击效果。那么大家认为未来俄军的指挥官还会有哪些离谱操作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